北约只需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 特朗普就全力援助乌克兰。乌克兰特工爆破莫斯科，远程袭击喀山火药厂。海马斯火箭弹摧毁库尔斯克弹药库。哈尔科夫乌军无人作战摧毁俄军阵地。俄军单日伤亡创3年来最高纪录。朝鲜向俄罗斯加速提供第2批朝鲜部队。对乌克兰而言，赢得这场战争的标准是什么？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离特朗普就职只剩下不到1个月时间，他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再度引发关注。据《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团队近日向欧洲官员表示，将在特朗普就任后继续援助乌克兰，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北约各国需要将国防支出提升至 GDP 的 5%。目前特朗普本人尚未做出进一步回应，不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强势的和谈态度，才导致特朗普决定继续援助乌克兰。毕竟对特朗普而言，他一直希望以他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以普京的方式。另外，早在上个任期，特朗普就不断敦促北约提高军费，希望欧洲自己承担更多的防御责任，从而减轻美国的支出压力。放到俄乌战争上也是如此，特朗普希望欧洲承担更多保护乌克兰的责任。实际上，自俄乌开战以来，欧洲各国在援助乌克兰的同时，也的确增大了本国的军费支出，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截止目前，北约成员国中军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波兰以 3.9% 位居第一，美国以 3.49% 位居第二，其他包括爱沙尼亚、立陶宛、罗马尼亚、芬兰等与俄罗斯接壤或是靠近乌克兰的国家，其军费开支也都超过了 GDP 的 2%， 以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入侵。由此可见，如果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是特朗普援乌门槛的话，这个条件欧洲应该不难达成。不过届时特朗普会以何种程度援助乌克兰，欧洲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待观察。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已经找到了另一条获取美国和欧洲盟友们支持的道路，即用切实的战果来证明自己没有浪费援助，并且能在盟友们继续的支持下赢得最后的胜利。而走上这条道路所带来的是乌克兰对俄军目标的疯狂打击。据俄罗斯军事电报频道披露，有人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特维尔市内烧毁了大量警车。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回应此事，基辅也没有证实是他们所为，但从纵火手法看，很明显是有组织的。而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乌克兰特工们，毕竟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在俄罗斯境内的行动越发活跃，不仅炸毁了奥斯塔菲耶沃机场内一架价值450万美元的安72运输机，还清除了俄军的导弹科学家沙茨基和3防部队司令基里诺夫。从技术角度来看，乌克兰特工能够精准打击目标，而不造成大范围破坏，凸显出他们拥有相当高的专业技术水平。选择将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作为袭击地点，则意在向世界展示乌克兰强大的渗透能力和决心。接下来，乌克兰特工们还会发起怎样的破坏行动，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外，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精确打击已成为常态。据俄频道报道，12月21日，乌军发射自杀式无人机，对距离边境1100公里的喀山发起了多轮袭击。报道援引当地居民的话称，21日上午8点42分，当地一家火药工厂发生爆炸，俄罗斯紧急服务部已前往救火。早些时候，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报告说，至少有一架无人机袭击了喀山的一家工业设施。科瓦连科称，之所以袭击喀山火药厂，是因为该厂是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中的关键设施，专门为俄军生产炸药、火箭燃料和其他关键部件，如口径、伊斯坎德尔导弹等。此外，俄罗斯独立新闻媒体报道称，来袭的8架无人机也受到俄军电子干扰影响，其中有4架坠落在了2栋高层住宅楼和1栋低层住宅楼上。截至目前，受空袭影响，喀山和邻近城市伊热夫斯克的机场都已暂停航班，学校已被选择性疏散，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这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空袭以摧毁俄军军事和工业设施为主，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而动用的手段除了发射援助的远程导弹外，乌克兰还发射多款自研的对地攻击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透露，截至目前，乌克兰已经在12月生产了20万架无人机，比去年12月同比增长 150%。乌克兰自研武器已经能在实战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即便在特朗普上任后选择切断军事援助，乌克兰依旧具备继续打下去的能力。前线方向，乌导弹空袭库尔斯克弹药库，乌克兰赢得战争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库
尔斯克方向，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和 ATACMS 导弹袭击了库尔斯克、雷利斯克的多个俄军目标。开源情报称，12月21日，乌军发射了多枚远程导弹，击中了当地的一个俄军弹药库和俄军营房，随即发生爆炸和大火。据目击者称，弹药库还发生了多起2次爆炸，持续时间长达数小时，火灾也一直没有被扑灭。截至目前，具体损失虽尚不明确，但俄塔斯社报道称，空袭已经导致了利斯克市几乎全程断电，供暖系统也遭到严重破坏。截至目前，据统计，已有88栋住宅楼因暖气管破损而停止了供暖。要知道，如今的雷利斯克市早已下起了大雪，气温更是降到了-10度以下，所带来的影响可见一斑。此外，乌军对库尔斯克的导弹袭击也是在策应地面部队的反击。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乌军已派遣部队对波格列布基和达里诺东部方向的俄军阵地发起了反击。目前双方战斗依旧激烈。哈尔科夫方向，乌军在利普奇附近首次发动无人机地面攻击，仅用数十架配备机枪和地雷的无人机便成功摧毁了俄军阵地。这次袭击凸显了俄乌双方对前线部队的态度差异。乌克兰一直在努力利用技术创新和不对称打击能力来抵消乌军士兵人数的劣势，而俄罗斯则以高伤亡率来获取领土收益。就像英国国防副部长卢克·布拉德12月19日说的，未来6个月俄军伤亡将超过100万。西瓦尔斯克方向，乌军在阻止俄军3管齐下战术后，卢甘斯克集团军发言人博伯夫尼科娃少校表示，乌军已经耗尽了该方向的俄军，并评估认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俄军都不会发起新的大规模攻势。恰索菲亚尔方向，双方战斗依旧在中部的耐火材料厂。21日，俄军第98空降师和第200摩托化步枪旅企图沿铁轨线路突进，但被乌军无人机发现后，双方就沿铁轨线路展开交战。俄军第4摩托化步枪旅则正向斯图波奇推进。博波夫尼科娃报告说，俄军正在将预备役部队向恰索菲亚尔和托列茨克集结，下一个行动目标可能就是拿下这两地，实现对顿涅茨克州北部的完全把控。红军村方向，乌军的反击还在持续。据12月20日和21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乌军最近夺回的皮夏涅南部阵地，同时在乌克兰因卡击退了俄军由8辆民用车辆组成的一次机械化攻击。而据12月21日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数据，俄军单日损失1860人，累计损失772280人。在此前一天，俄军单日损失2200人，创近3年来最高战损。可见，俄军不计代价的攻击已经大幅削弱了俄军继续部署机械化设备的能力。俄军司令部一再强调的用高装甲车损失换取乌克兰领土收益，今后恐怕要换成高装甲和人员损失，也换不来在乌克兰领土收益。截至目前，在红军村东部，双方战斗主要集中在普罗米尼、米罗留比夫卡以及诺沃奥列什德利夫卡，在南部则集中在 T0515公路沿线和里西夫卡、泽列尼南部进行阵地战。值得注意的是，12月21日前后，乌克兰空军在佩特里夫卡巡航时，在顿涅茨克前线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俄军指挥中心，紧接着便是数枚制导炸弹，降临该俄军指挥部，将其夷为平地。这又是一次针对俄军前线高价值目标的打击。自乌军战机配备北约航空炸弹后，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地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空袭，可见乌克兰在制空权上明显得到了显著增强，未来可以更有效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朝鲜部队的境况，因语言现代化武器落后的原因，战场上已经出现进攻乏力情况。据乌克兰媒体的最新报道，现在至少有100多名朝鲜士兵阵亡，1000多人受伤。不过，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派遣第2批朝鲜部队。据悉，第2批部队跟第1批精锐的暴风军团不同，该批次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朝鲜的平民和志愿者。武器上有消息传出，朝鲜制造的170毫米口径的鼓山大炮也会再调集一批运往俄乌前线。虽然该武器性能称不上优秀，但对如今的只剩残羹剩饭的俄军来说，已经是及时战力了。当然，即便有朝鲜的支援，也无法掩盖俄罗斯在人力和武器严重短缺的致命问题。3年时间，几乎已经打光了俄罗斯现役军人和弹药，而有些扛不住的俄罗斯有了妥协的苗头。12月19日时，普京在俄罗斯的年度记者会上称，做好了和泽连斯基谈判的准备，也愿意妥协。只不过在行动，俄罗斯很明显想在正式谈判前控制更多的乌克兰领土，以获取更多的筹码。和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此前表示，俄军今年又向乌克兰增兵10万。同时，克里姆林宫还继续挥舞核大棒，威慑美国和北约。乌克兰方面现在的主要目标是继续给敌人造成最大损失，并摧毁其军事潜力。美国方面，特朗普态度尚不明朗，但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乌克兰需要先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是选择继续战斗，还是继续谈判并尝试停火。同时，考虑到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前车之鉴，
布林肯希望保持乌克兰在战场强势地位下达成和谈协议，毕竟谁也不知道俄罗斯是否准备好和谈，达成协议后又是否会遵守。欧洲方面，新上任的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导人卡亚卡拉斯公开要求北约国家停止敦促泽连斯基进行和平谈判，其强硬态度不言而喻。他称，当普京不想谈时，迫使泽连斯基谈是没有意义的。综上所述，现在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的标准是什么？是迫使俄罗斯归还全部领土，并承认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赔偿并惩罚战争发起者，还是默认部分领土被俄罗斯控制，加入北约获得安全保障？此前，匈牙利一改常态，向乌克兰援助了42亿欧元。火力军当时猜测，可能是因为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尚未就天然气过境费问题达成协议，导致保加利亚将关闭相应的天然气管道。再加上乌克兰境内的天然气管道协议也将于今年年底到期，且乌克兰无意续约，而匈牙利又对这些能源极为依赖，因此才会被迫援乌。这不，在保加利亚的天然气过境费问题解决后，匈牙利立刻变了脸。据莫斯科时报报道，欧尔班现已明确表示，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职前，他不同意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期限。截至目前，欧盟共对俄罗斯出台了15套限制措施，这些措施要想得以实施，必须由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通过。此后每6个月还可选择延长制裁期限，但该决定同样需要获得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许可。目前，下一次延长制裁的决定需要在明年1月31日之前获得批准。而欧尔班此时表态，再加上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定于1月20日，这也就意味着欧盟将只有11天的时间来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其实这已经不是欧尔班第一次偏袒俄罗斯了。此前他一直呼吁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阻止欧盟援乌。例如今年5月，匈牙利阻止向乌克兰拨款65亿欧元；7月否决了通过欧洲和平基金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武器供应的资金；10月又阻止欧盟冻结俄罗斯资产。另外，考虑到欧尔班还曾在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期间访问过俄罗斯，并与普京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相关会谈，此次的举动似乎也就见怪不怪了。据莫斯科时报报道，7国集团正在讨论如何进一步收紧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以更有效地削弱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其一，全面禁止俄罗斯原油。早在2022年底，7国集团、欧盟和澳大利亚为制裁俄罗斯原油，特意为其设置了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即当俄罗斯石油价格高于每桶60美元时，欧美国家不允许相关公司为运载俄罗斯原油的船舶提供保险和金融等服务。只有当俄罗斯石油价格低于每桶60美元时，这些公司才有权为其提供相关服务。用欧美国家的话来说，该限制的初衷，一方面是要制裁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俄罗斯原油彻底退出国际市场，以维持国际能源价格稳定。该限制在实施初期，欧美国家普遍回避俄罗斯原油，一度让俄罗斯原油价格明显低于每桶60美元，而俄罗斯也只能选择向印度等国出口廉价石油，以降低该限制带来的经济损失。但这种情况仅持续到去年7月，随后俄罗斯原油的价格大部分时间都高于每桶60美元，这让价格上限机制形同虚设。当然，欧美的制裁并非没有效果，只是效果没有刚实施时那么明显了。例如，对俄罗斯石油制裁后，该国影子舰队中的180艘船被列入美国、欧盟或英国的制裁名单，且至少有100艘船在制裁后已停止运油。然而，综合考量之下，欧美国家更希望能够以更直接的措施来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其二，调低其价格上限，由当前的60美元下调至40美元，以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原油收入的同时，避免如果全面禁止俄罗斯石油后可能会引发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据路透社报道，可能是为了回应欧美制裁，普京表示从明年起将不再签订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合同。有趣的是，此前乌克兰已明确表示过不再续签天然气管道过境协议，而且欧洲国家也早已采取其他途径来获取相关能源。如今普京又重申此事，可见其能够用来谈判的筹码越来越少了。据海军新闻报道，韩国海军近日接收了中南级巡防舰首舰中南号。该舰以仁川级护卫舰和大邱级巡防舰为基础，并由韩国现代重工负责建造。其全长129米，宽15米，吃水4.5米，标准排水量3600吨，满载排水量4150吨，船员编制120人。
在动力方面，其采用柴燃交替动力方式，配备有1台燃气轮机、2台柴油发动机、2台电动机，最高速度每小时60公里，低速航程可达8330公里。在武器方面，其搭载一座127毫米舰炮，一座 Mk15近迫武器系统，2具8连装垂直发射器，可发射海攻防空导弹和红沙反潜火箭；2具3连装 Mk32型鱼雷管，可发射 K745轻鲨鱼雷，以及2具4连装 SSM700K 海星反舰导弹发射器。在航射方面，其搭配有韩华系统公司与韩国军方联合研发的整合式桅杆、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红外线搜索追踪装置以及光电感测器等先进设备，并能够搭载1架反潜直升机。按照韩国计划，该国海军将建造6艘中南级巡防舰，除已下水的首舰中南号外，2至4号舰将由 SK 集团承造，最后2艘则将由韩华海洋公司负责。预计这些舰艇将于2027年全部完工，届时将成为韩国海军的第一线作战主力。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随着该国防务预算连创新高，投入到高新武器的研制费用也在飞涨。其是用来研发英译日下一代战机，该战机已被日本定位为 F2 战机的后续机型。日本计划明年在该项目中再投入1087亿日元。其二是研发不同型号的远程导弹，首先是能够搭载于下一代战机的中程空对空导弹，日本计划在该项目上投入59亿日元。其次是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在该项目中的开发和制造设施建设费已达到2391亿日元。该导弹最初射程约500公里，后来经过改进，射程已大幅提高，包括射程2000公里的布劳克 2A 和3000公里的布劳克 2B。其将会采用更先进的成波体外形，分别于2027财年和2030财年投入使用。此外，日本还计划再增投198亿日元，以量产增程版1、2式地对舰导弹，包括舰载版和潜射版2个型号，其最大射程超过1000公里，速度5马赫。同时，其还进行了隐形化改进，具备较强的突防能力。其三是采购先进无人机。据悉，日本海上自卫队为加强海上监视能力，其配备的 MQ-9B 无人机相关经费已达415亿日元。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近期频繁派遣空军和海军在日本沿海地区举行演习，该国准备加强在琉球群岛、鹿儿岛、冲绳岛等地的防御力度。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第10艘最上级护卫舰长良号目前也正式下水了。后续将在长崎造船厂进入西装阶段，预计将于2026年3月底前交付并服役。长良号的建造成本约3.3亿美元，其全长132.5米，宽16.3米，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排水量5500吨，船员编制90人。在动力方面，采用柴燃联合动力推进系统，配备1台燃气轮机和2台柴油发动机，最大航速每小时55公里。在武器方面，包括一座127毫米舰炮、2座12.7毫米遥控武器站、一座海拉姆近迫武器系统、2组4连装倾斜式发射器、填装8枚17式反舰导弹、2座3连装鱼雷发射管、填装12式轻型反潜鱼雷，未来还可能会安装2组8连装的 Mk41垂直发射系统。另外，按照日本计划，原本应在2023财年前建造12艘最上级护卫舰，并计划在2024至2028财年再增购12艘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且第一艘将于2028财年服役。后续11艘升级版舰艇也将于2032财年全部投入使用，但目前来看，其建造计划并不顺利，已经出现了延期交付。据澳大利亚国防部声明，12月19日，美国向澳大利亚交付了9架 F-35战机，使该国的 F-35机队总数达到72架。这些战机目前部署在新南威尔士州威廉镇空军基地，未来将与咆哮者战机、超级大黄蜂战机协同作战，以提升该国的空战能力。实际上，自2009年起，澳大利亚就参与了 F-35计划，旨在替换掉老旧的大黄蜂战机和 F-111轰炸机。到了2014年，澳大利亚正式投入124亿澳元采购72架 F-35A 战机，并为此搭建基础设施以及展开飞行员培训等工作。
2018年底，澳大利亚接收第一批 F-35A 战机，随后皇家空军便一直将其整合到作战框架内。到了今年底，该机队已能够发挥全面作战能力，而新接收的9架还实现了第4批次升级，可进一步提升其战力。此外，澳大利亚还计划将 F-35机队与波音 MQ-28无人机整合，以扩大其作战范围和生存能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的标准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